收看今天的 Kiki's Drive Through。哇，我们好久没有回来龙潭我们的 Kung Racing Academy， 对不对？今天呢，我们要来一点好玩的哦。我们节目里好像从来都没有开箱过。Today 我们要开箱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就是这个 Insta360 X3。OK， 听说它非常的厉害哦。那我们现在先来开一下。OK，so let's take this. Okay. 哇，非常的兴奋哦，看一下。OK，so 我们把它打开，看有什么东西。OK，so 箱子一打开就是这个 Insta360 X3。哇哦 ，OK，so 这一次的 X3 呢，它非常的特别，因为呢，它有这个 5K， 然后是30 FPS 的这个 resolution， 所以非常的清楚，而且呢，因为呢，它的这个感光component， 它的这个 processing component 也变大了，所以呢，它可以让整个机器呢，它的画质变得更好，所以才可以有 5K 的效果。而且当然不用讲啦 ，Insta360 就是什么？就是360度的这个全景的这个相机。那更棒的是，因为它是一个 action camera， 所以呢，我们在赛道上是非常需要它的。那这一次呢 ，Insta360 它很特别，因为呢，等一下，我这边有另外一个东西，这个是上一代的 Insta360 X2。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它的之前的荧幕呢，它是比较小的 ，OK？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已经变得非常的 user friendly， 因为呢，它的这个 touch screen 触控荧幕呢变得非常大，所以当你在录影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方便的，因为你就可以直接在机器上操控。不过呢 ，Insta360 厉害的不光是它机器本身，它的 software 的资源也非常的好。因为呢 ，Insta360 它的这个手机 App 呢是非常 user friendly 的。你甚至于如果你没有任何的剪接背景的话呢，都没关系，也不用担心，因为你直接用它的手机 App 呢，就可以快速的呢去把这支你想要的影片啊，把它剪出来。而且因为它整个 App 里面呢，它的这个 format 让很多人都可以非常快就可以上手了，所以呢 ，even 你没有剪接过东西的话呢，你稍微玩一玩这个 app 呢，其实你就可以把自己想要的影片呢也剪出来。OK， 那 Insta360 呢，它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我很期待试试看这个东西，它就是这个 Invisible Selfie Stick。Invisible Selfie Stick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它完全不存在吗？ Yes。Because let me open it. Wow. So 当我们把这个 selfie stick 放上去之后 ，OK， 你除了可以它变成一个自拍棒之外 ，OK， 你还可以把它架在你的不管是车上啊，或者是你的摩托车上。然后呢，就可以开始拍摄这个360度全景的这个影片，而且呢，在某些角度呢，它还可以产生一种类空拍的感觉。所以呢，我非常期待试试看，这个到底拍出来会什么样。而且重点是，为什么它叫 Invisible Selfie Stick？ 因为呢，它很厉害的是 Insta360 它的这个camera 的科技呢。可以让它整个360度的全景的这个接触点呢，让它完全没有太大的痕迹 ，OK。然后呢，这个 selfie stick 之后，我们在影片等一下应该会看到的是，你根本看不到这个 selfie stick，OK。So of course， 我们今天来到赛车场，当然不是指开箱，对不对？当然一定要拿到赛道上来试试看 ，OK。那我们现在就到赛道上。我们可以看到画面虽然画质很好，不
过，因为我们练车或比赛的路面通常都不是完美的，所以画面拍起来会很陡，有的时候陡到你真的没办法看，因为已经不知道在看什么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在剪接时用 Insta360 App 选择把 Flow State 功能打开，画面就会被修复，让它有更好的 flow， 画面更顺。换句话说，就是不需要 Gimbal 稳定器就可以有保持画面水平的效果哦。OK， so 我们刚刚呢已经带了这个 Insta360 X3 呢上了极限，我们 Kong Racing 这边的赛道啊。那我觉得呢，你们也看到画面了 ，I think it's pretty awesome。因为呢，你不可以否认它的这个画质实在是太厉害了，而且重点是要做360度的这个全景的这个角度，能够做到这样子的 quality 呢，其实已经是非常的厉害了。尤其是呢，当它这个真的全景360度的这个缝接线，你不会脸变得很奇怪，然后呢，你也看不到这个 selfie stick。I think that's pretty cool。那最主要呢，我觉得360度呢，这个 camera angle 呢，对我们在不管是我们在 karting 上，或者是我的 rally 上呢，其实它有不一样的用途，是因为呢，之前我们用的其他的这个 action cam 呢，虽然它是广角的，可是因为它的广角的方式呢，它还是不够，它还是有限制，而且呢，变成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回去看画面的时候呢，不管是我们看我们的 racing line 啊，或者是我们要看我们的方向转的这个角度啊，有的时候它的这个画面的这个image 它会变形，它会被 distort。OK， 那虽然360度角度呢，它还是有这个 wide angle effect， 不过呢，因为 Insta360 它本身的这个App 里面，它的 software 里面呢，可以让你直接在手机上呢，把你的这个影片呢调整它的这个角度，所以你可以从360度或者是广角的 angle 呢，变成 linear 或者是 narrow， 也就是可以把你的这个拍的影片呢，直接变成平的。OK， 之前如果你用其他的360度的 camera 呢，你会需要用特别的电脑的 software， 而且还要买这些特别的电脑 software 去转换这个档案，所以呢，有的时候你要去剪接的时候，其实蛮麻烦的。那这一次呢，如果有这个 Insta360 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手机的 APP， 你就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剪的话呢，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你如果没有这种剪辑的这个 background 的话呢，它是让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上手的。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因为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比赛的时候，我不一定每一场比赛都会想要带我的电脑。那如果呢，我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呢，就可以转换我的这个影片的这个角度，然后去看今天我跑完第一个 stage， 然后我如果要回去看这些影片的话呢，就可以很方便、很快的在手机上看到。所以我觉得这是Insta360 在这种 supporting software 来讲的话呢，是非常厉害的。还有一方面，我觉得它整体来说呢，它是非常 sleek，OK，it's very pretty, very elegant。所以呢，当我平常没有在比赛的时候呢，我还是可以把它带出去，跟好朋友、跟家人，然后一起拍照、一起玩。因为呢，它带出去，其实它是非常方便的，它又体积也不会太大，它这个 selfie stick 超级轻的 ，OK。That's awesome！ 之前的一些那种 selfie stick， 你就觉得它很笨重啊，这个不会。然后更棒的是呢，他们也有附这个小袋子，而且呢，这不是就是单纯的一个小袋子把它保护 ，OK？ 这是有经过非常细心的设计 ，OK？ 你收起来之后呢，这边就有一个小洞，然后呢，你就可以直接打开，然后让它充电。充电同时就保护好它，
太多时候，之前我充电的时候，可能机器就得放在外面，然后可能 Jeffrey 或者 Juno 就跑过来，然后就把机器拉掉了。OK， 所以呢，这个设计我觉得是非常的细心。重点是细心的设计呢，就代表说这个他们在经过整个设计整个机器呀，然后怎么让我们 user 来用的更好、更舒服、更开心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OK，so I'm wondering 我们下个比赛是不是要把它带去跟我们一起跑 rally 呢？ Well, let's see. Okay, so 今天的 Kiki's Drive Thru 就先到这里了，拜。